欢迎大家来到大书中。为什么每回都要设计一下呢？怎么回事？当然，我们大叔啊，这个做事情都很用心的，每一个环节都要精心设计，精益求精啊！对，没有错。那这个今天又是到我们聊一聊一些生活的小课题。那这个单元呢，受到大家热烈欢迎哦，大家很喜欢哦。那我觉得大家会喜欢的原因，应该是我们都是普通人嘛。对，在生活上常常遇到一些难题，一些普普通通的难题。对，难免会沮丧，难免会不高兴，有时候会快乐，有时候会悲伤，喜怒哀乐，对不对？对，这就是人生。那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聊一个比较特别的话题好了，就是你到底了不了解自己呢？对，我是谁？你知道我是谁吗？知道自己你不是茶叔吗？你是谁？我的意思就是你真的了解自己的内心在想什么吗？是的。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仔细去思考，其实挺难的，还是挺难的，真的。而且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甚至没有答案，对不对？甚至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答案，甚至有些时候你觉得我挺了解自己的，但是突然发生了一些事情，你会发现，哎，我怎么不是我自己认为的自己？我到底是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对，有时候特别是你会从别人的反馈中发现，哎，我在别人眼中的自己和自己以为的自己又是不一样的。对，我觉得这其实是类似于这种生存主义的这种疑问，对啊，甚至一种哲学上的这种疑问，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就是慢慢的，就像在孩子的一开始的时候，才出生的时候，他很好奇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呀？他看到这个是什么，所以他会去咬一咬，看一看，舔一点，对，他去感受这个世界，慢慢的他就可能会了解，哦，原来大家叫我什么名字，那我就是这样一个名字的这么一个物体，对吧？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他可能以为，因为所有家人的习惯性的围着他来转，他以为我是世界的中心。因为昨天我和瑶瑶他们去扔那个什么泡沫飞机的时候，就有个小姑娘可能1岁多，说话也挺好的，但是她过来就让瑶瑶把飞机给她玩，然后她就拿走了。他会觉得这个东西我看到了，我拿到了，这就是我的，这就是我的。所以觉得那个时候小孩子的认知是很简单，我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东西，我看到的东西都是我的。其实我们会发现在小的时候，很多时候对自己的认知还是比较的清晰，觉得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但是随着长大之后，真的发现越来越模糊。而且我是觉得在小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一年一年的往上走，学习啊，考试啊等等。你会发现今年过了，明年我就是升一级了，2年级了，3年级了，4年级了，小学上完了初中，初中上完高中，高中上完大学，大学毕业之后，突然之间你不知道你是谁了，你不知道你该干什么了，你不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应该作为一个什么样的个体而存在。这个时候就是我是觉得大部分年轻人进入社会都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迷茫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而且更多的是习惯性还是随波逐流。比如说像我大学毕业之后，因为我学的是英语专业，那我就想英语专业能干啥？当老师，做外贸，当翻译。这不是说我已经很考虑得很清楚我是什么样一个人，我适合什么工作，而是觉得大流就是这样，大家都是这样去做的，社会的期待要你做这些事情，我就找一个我觉得我应该能做的去做。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能把它做到什么程度呢？它对我真的人生以后长远发展有用吗？都不会去考虑。但是大部分人我觉得是这样，慢慢的时间蹉跎到某一天突然觉得我为什么在做这个事情？我到底是谁呀？我是什么样一个人呢？最重要的是从来可能也没有办法，没有机会问自己我喜欢吗？对，这是我要的吗？是的。那我就只能社会期待我这样，我选择这些工作，我父母希望我选择这些工作，我就去做了。是的。所以灿叔
讲的让我也很有感触，就是说小时候我们就是以自己为世界的中心，对，我要什么，我是谁，嗯然后其实你一开始是很清楚的，小时候我要玩什么，我有什么兴趣，我有什么喜欢的故事想读，我就去做，我就去读。对，所以像我小时候，我小学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趴在图书馆看趴在书，图书馆对，就是趴在图书馆的地板上，啊，大家都坐在桌上，啊坐在椅子上啊了，然后啊，只有我觉得读书就是要趴在图书馆的地板上才爽，我就会找一本童话故事，我最喜欢读就是那个汉声小百科那种童话啊故事，它有啊啊，十二月，每个月都有十几个很精彩的那是故事。中国相关的一些故事是吧？对，我那时候啊，特别喜欢中国文化的内容、故嗯事，我超喜欢，所以我小时候就这样每天趴在图书馆的地板上，然后嗯脚就翘起来，然后就这样趴着，然后嗯，这样翻着书。我觉得对，那段时光是我印象最深刻，也是最快乐的时光。然嗯后每天看着这些故事，脑中的那个想象力就一直在转，一直在转。我就觉得那段时光真的很开心。然后那个时候我的成绩也不会差，成绩也不错。然后呢，又可以自由自在的想要看自己喜欢看的书，我就去看。然后我就会觉得，好像虽然家里爸妈都去忙了，也没有人陪我，很孤单，但是我好像找到了自己一个小天地，对，可以尽情的读自己喜欢的故事。那个时候你会知道自己是谁，我就是个喜欢读故事的小孩，很简单，对对对，很简单，单单纯纯，开开心心的，每天这就是我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就像灿叔说的，随着我们慢慢，中学、大学，我觉得自己的角色开始退让了，加入的是别人给你的印象，对，对，嗯别人给你的印象，别人给你的成见，别人给你的刻板印象越来越多，嗯，你自己的角色慢慢退让了，是的。所以慢慢的，我们开始不认识自己了。而且我觉得我们还有一点就是，就慢慢随着年纪的增长之后，你对到一定年龄，我觉得社会对你肯定有期待，对吧？对整个社会对你有期待，比如说你需要这个结婚生子了，对吧？啊，你需对要做这种事情了，对吧？结了婚需要生孩子了，你就会发现自己又进入另外一种，好像又有设定里头进去，对，你就进去对往上走了，一步步往上走了。这个时候，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人都需要买房子呀，对吧？虽然现在买房子很困难，最近经济也不怎么好，但起码在我们年轻那个时候，基本都要买房子，结婚买房需要买房子，那你就要房贷，背负起房贷。那你说实话，在这种状态下，你再还要想有更多的个人的选择，是越来越难。你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会越来越难。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一辈人都有这个困境。就像我们父母辈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都是忙于生计，就是怎么让自己活下来。等到某一天，比如说30岁、40岁的时候，事业有所小成的时候，很多人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现，我到底是谁？我为什么要为这个家庭付出这么多？我为什么要和这个人结婚？我为什么要和他凑合过日子？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多这个年龄段的人，就是寻找另外的人生的东西会很多，比如说出个轨呀、对吧？比如说换个职业，对对对对对，其实真的很多，他们会觉得我要做自己，那个时候他发现我要跳出来，但是这个时候他又会像牵一发而动全身，会影响到特别特别整个多的东西。关系都被影响了。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世界上我们也常常听到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对，就是年纪越大的人，其实有时候对自己的人生越迷茫尤其有人是中年失业中年失业更迷茫，你不但没有了工作，也没有了依靠，然后你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重心在哪里。就像灿叔说的，我们可能就是因为社会希望我们结婚生子，就结婚生子了，又是因为妻子或岳父岳母有期待，我们要买房，我们要买车，然后背了一堆贷款，然后小孩要读书，又不得不工作，就成了一个循环。然后如果人生是一个死循环，那真的活起来，人生很痛苦所以我觉得我是谁这个议题，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所以我们回到我们自身好了，灿叔，你是谁？对，我是谁呀？我其实不是灿叔，就是灿叔，你觉得你会是怎么样的人？如果摒弃家庭，摒弃社会的包袱、思想限制，你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真的好难呀，说实话，让我没有，去你就回归回归最最原本心始。的这么一个状态。对，我觉得好像脱离了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活了。我不知道我自真的己是谁，吗？我不知道，说实嗯话，好嗯，像就是你感觉自己有一点像那个在风中飘的那种柳絮似的。这个时候有东西把你啊，牵引住，你感觉你还在天地间存活着，但是一旦的所有的牵引的东西都没了，你飘，你不知道该飘到哪去了。因为在很小，就是很年轻的时候，你已经作为一个柳絮而存在，你并不是作为另外一种东西，是比较就是很沉在地上的这么一个东西，你不会飘走这么一个东西而存在。比如说，你不是作为一个小树苗慢慢的长大这么一个存在。我觉得可能在我年轻的时候，20来岁的时候开始，我已经像柳絮一样在空中飘着了。但这个时候是有很多东西把我拉住的，所以我没有对，飘得特别远。但嗯是我没有办法让自己，比如说像树一样扎根到地里，是慢慢的一点点长大。所以嗯哼我其实不是特别了解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不嗯哼知道我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东西。我现在做嗯，的很多选择，可能都会基于很多家庭的考虑，就对，有一部分是我自己的追求，那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里头都杂糅了很多家庭的考虑，孩子啊、父母啊、老婆啊等等。我觉得感觉说起来嗯，有点悲哀，但是一方面又觉得这不就是人嘛，对不对？对啊，但你要人真正有时最候，做到，我之前也看过一些这种故事，就是有些人突然之间醒悟了，比如说之前过了一个挺成功的人生等等，像什么毛姆是不是写过这么一个小说，叫什么《月亮六便士》还是什么，我忘了。嗯哼，就是一开始是做一个很成功的人设，后来抛妻弃子了，去一个荒岛去追求艺术了。但我就觉对，得这个真的就是追求自己，真的是应该去这样做吗？这样嗯真的对吗？对对，其实我觉得我懂这是一你的意思。个非常两难的事情。其实最近几天我有一个感慨，就是我在看一本书，就讲关于人类的发展，人类还有整个世界的发展的。就讲人类最早的时候是那种，比如说狩猎和采集这样的人，他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比较自由的。我想去采集什么东西，我对，想吃什么东西，我不为所困。所以在那个时间段内，人类整体是很平等的，就是大家一起去采集，可能一起分享食物然后啊等等，以物易物，对不以对啊？物易物等等。但嗯是后嗯，来就因为慢慢进入了农业社会，是因为人类发现有些这些植物是可以驯化的，比如说这些小麦啊、稻米啊等等，对还有一些对，动物是也可以驯化，猪啊、鸡啊等等可以驯化之后，让人类终于安定下来了。嗯哼，安定下来可以过上更安定的生活，但这种安定的生活同时把人深深的给捆住了，把你捆在了对，土地上面，把你嗯哼，捆在了这种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头。其实你已经很难逃脱了。当然有些人能逃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大部分人他已经被土地深深的捆住了，对，他没法再过那种更自由自在的生活了。我们人嗯就是这种困境啊，说实话，其实很对。难逃脱呀。其实嗯现代跟以前那个时代，嗯，就是本质上也差不本质上没了多少。有太大的我们区别。现在也是被工作、被对，家庭给紧紧的捆住了。对的，对的。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聊到我是谁哦，我嗯觉得就像灿叔说的，人可能就像是一个浮萍，或者是一片柳絮。嗯，如果没有这些社会的包袱跟期待，你可能甚至不晓得自己该往哪里走。是的。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我们也不能说社会这些期待跟包袱跟制度是不好的，好像限制了你的发展跟思想。有时候它就是为了人类而去设定的一个对对的，规范。对的，是所以相互我觉得，影响的吧？我是觉得。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嗯只是说大家可能要思考一下，你来到这个世间背后有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我个人的哲学是，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一定有一个意义存在，嗯。那查出你的意义除非是什么？我觉得我的意义就很简单啊，就嗯是呃设法让自己过得开心，但是不是很表层的开心。我嗯最近发现我要了解自己有几个方法，嗯因为我个人曾经觉得我很了解自己，了解的十分透彻，嗯但是曾经谈过一次恋爱之后，
我就发现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人，千万不要说很了解自己，是，因为当你谈过恋爱之后，你嗯，发现你自己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人，对你也会对，期待你可能说我不用期待对方的浪漫，我不用期待对方记得我的生日，我不用期待怎么样。后来谈了一次恋爱，发现完全都不是这么一回事。是，你非常希望别人重视你，特别是你在乎的人。对，所以后来包括工作，在工作的职场上，我也会发现自己不是自己所想象、所认识的那个人。我会很在意职场的人事纠葛，我会很在意老板有没有注意到我。就是慢慢的你会发现，你不是你想象中那么不在乎某些事情。对，所以我发现年纪越大，我越不晓得我是谁。但是我觉得通过我的方式就是我试着去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我真的开始了解自己。对，为什么我这样说？比如说，有时候我会去老人院，然后看到老人卧病在床，然后我就会开始觉得我是怎么样的人。如果我是他那样子，我会怎么样？如果我身边没有儿女照顾我，是看护照顾我，我会怎么样？我就会开始觉得，我会反思自己很多问题之外，我还会很珍惜我现在的处境。对，通过这样的过程，我觉得我会更了解自己。然后包括去幼儿园跟带小朋友活动，跟他们说故事，我也会找到童真的自己。我发现人本来就是个很复杂的个体，有童真，有对年龄的忧虑，有对身边各种关系的牵绊。我觉得这个就形成了你是谁。所以你一定要通过各种不同帮助人的角度来去探索自己。所以我发现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做志愿者，因为我发现他给我一个活动的一个去接触这些各个层面的一个平台，我可以去接触各种族群的人，然后通过帮助他们，其实也帮助了我自己，更了解我自己。就每个人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一面面镜子了，说实话。没错，所以通过这些镜子，我发现我更了解我自己，然后我设身处地去想，我如果是他们，我是不是更要珍惜我现在的生活？所以我就会发现，去帮助别人是个认识自己很好的方式。然后，这会让我觉得做志愿者是一个非常多彩多姿、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过程。是的，对，所以这是我觉得，我觉得我到现在还不是那么了解自己，而且年纪越大会越发现自己是很多面的。然后我现在发现我也不急着要去了解自己，我去享受了解自己的过程，探索自己的过程，可能一直到我死了，我还在探索。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身为人最有趣的地方。当你永远不认识自己的时候，你才会努力的去探索自己，然后更了解自己是怎么样的人，然后利用自己这个身体去做更多好玩的事情。对对对，我很同意你这个东西。就是其实你说认识自己吧，它永远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这个答案是飘忽不定的。我们更多时候就是在这个过程里头，在这个过程里的不断的去了解自己、调整自己、修正自己、完善自己。可能有时候也会走迷途，但是我们又回来了。但最终它的答案其实可能只有到我们死的时候才会出现。但其实也无所谓，我们享受的这么一个过程就行了。对，是的，对，我们的过程是有趣的。对，其实那就是我了，那就是我了。对，比起从来不去探索自己的人，我们的生活会更加有意思。我之前看过一个漫画，他把人画的特别有趣，就是人他其实就是一层一层的自己把自己包裹在里头。比如说今天的我是这样子，明天再大一点点把它包里头，后天再包起来，包起来，包起来，包起来。我觉得我特别同意这个状态，就是我们就是这个一个状态。对对，很有意思。那我们今天聊到我是谁哦，是因为呢，我们出了终于引到了东西，就是我最近想到这个我是谁这个主题了，那我就写了一本这个 ebook 电子书。对，那不过这本电子书呢，我们采取的方式是用悬疑小说的方式，对，那通过一个失忆的人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
来开始开展这个故事。嗯，那这个故事可能你要读到中间或最后才会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他到底所以才是谁呢？叫悬疑。对，对，所以才叫悬疑嘛，所是的，以呢，这个我们在这里除了聊我是谁之外，大家也可以，我觉得这个刻板印象来了啊，我觉得男生会喜欢这种悬疑的小说，嗯，想要去知道最后的真相是什么是的，那所以我觉得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来购买这本对，电子书，这本电子书一样有简体跟繁体2个版本。然后也有灿叔感性的声音，哇，灿叔录的真的很有悬疑的感觉，对，就会让你一直往后听，想对，要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我和茶叔是完美的搭配，对，完美结合所以就是说这个部分呢，大家如果对悬疑小说，特别是男同学们对于悬疑小说有兴趣的话，支持我们购买这个《我是谁》这本悬疑小说。一会儿给大家听一下片段啊，有兴趣的话对可以对对，听一下。然后除了读一读这本书之外，大家也思考一下我是谁，但是不用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们真的要穷毕生之力，对，穷毕生之力来去探索这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呢，只要你用心去探索，这个过程会是有意思、有意义、开心的，中间有很多喜怒哀乐、人生的起伏，但都给你的人生添加了很多养分，所以我觉得大家就开开心心的度过我们的人生吧。其实每一天都是我的一个片段了，我是觉得，对不对？然后慢慢把自己包裹成真正的我。对好，那今天好沉重的主题就聊到这，我们下一次还有更沉重的主题等着大家。对，希望大家喜欢这些人生小课题，我觉得聊一聊吧，因为我觉得很多同学都会说不要学太幼稚的中文，多去探索一些心灵层面的东西，也是一种中文的学习，对不对？对，好，下次见喽，大家拜拜。好，注意听我们这个片段啊。好听。我是谁？第一天，迷失的我。我醒了，睁开眼睛，四周一片陌生。我坐在床边，房间泛着淡黄色的光，发霉味儿十分刺鼻。我是谁？我在哪儿？为什么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这里是哪里？啊，我的头好疼。我伸手摸了摸额头，有一道伤口，好像被什么东西狠狠砸过。我眨了眨迷茫的眼睛，看了看周围的环境。眼前的世界是陌生的，昏黄的光线从天花板上的灯泡照下来，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我想站起来，但四肢无力，双腿发软。这是一间简陋的房间，没有钟表，没有镜子，也没有窗户，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唯一的出口是一扇紧闭的铁门。我勉强站起来，慢慢走进铁门，尝试转动门把手，却发现门被锁住了。有人在外面吗？我喊了一声，声音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我用拳头敲了几下门，但门外没有任何回应。我观察房间里的每个角落，却找不到任何线索。我坐回床上，望着那盏昏黄的灯光，我的头开始疼了起来，也无法思考。我试图平复自己的心情，但随着时间流逝，我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心跳越来越快，焦虑和不安开始在我心中蔓延开来。